半夜在睡梦中也是辗转反侧。迷迷糊糊之间，唐之灵感觉有人靠近。谁？公子，是我。唐之灵看着靠近的何文，感觉哪里有点奇怪。你来此有何事？公子，是我武阳。你是武阳？是我呀。武阳，你们先别管我，快去沈飞那里保护他。公子，我们就是夫人派过来的，他那里有人保护，我们的面具都是夫人做的，还是按照你身边的人的模样做的。那好，你快戴上。那真的何文何武呢？他们被我们迷晕了。公子，咱们走吧。现在三公主那边也有人看着我，何文何武能随便出营，但是带着我是不行的，咱们的人实在是太少了。唐之灵也是到了北平郡之后才发现了这个情况，不仅他没有了原来的自由度，就是何家两兄弟的权限都不高了。武阳想到了沈飞给的第二条方案。公子，那我们就代替何家兄弟和那个显辈护卫，夫人都已经做好了面具，这样我们就能留在你的身边保护了，然后见机行事。好，这方法可行。不过扎凡你们先别动，你们就算戴了面具也没办法装得很像，除了言语之外，这个军营鲜卑人太多了，你们容易露馅。好，听公子的安排。何家兄弟处死之后，尸体怎么处理？公子，夫人早就想到了，这药水洒在尸体上，人立即就化得骨头都不剩了。唐之灵下意识地想反驳，沈飞怎么可能有这么可怕的东西？可是想到了蓝色药水的神奇，还有第一次遇见沈飞时候，沈飞拿出来倒在黑衣人身上的东西，这好像又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了。好，走，一起看看药效。唐之灵和乔装好了的武阳一起去了何家兄弟的帐子，此时两人都已经昏迷了。武阳和江干是装扮成何家兄弟进来的，所以守卫看到他们很自然的就放行了。就是两人在营地里自由活动也没人阻拦，毕竟这俩人从前也没少去找唐之灵。何文和武两人已经昏迷，为了怕他们传出声响，江干在确定不留活口的前提下，一刀就抹了他们的脖子。武阳把药水滴在两人身上，很快两人就全都融化了，只剩下两滩血水。唐之灵悄悄地摸了一下自己的脖子，感觉后背都凉飕飕的。他媳妇好像才是真正的狠角色呀。这时候帐子外面传来了喧哗声，有一些鲜卑话传了出来。唐之灵和这些人在一起久了，听出来是寻找自己的人。他仅仅出来片刻就被发现了。少主，少主！是扎凡的声音，你们平日对我冷漠一些就行。公子放心，我心中有数。好，那我先出去了，外面的人是在找我呢。唐之灵走出来之后，立即就有人喊叫。扎凡见到唐之灵还在，松了一口气。公子，你还在，真好。这些人是在找谁啊？大晚上的这么大动静，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扎凡很不好意思，他半夜起来发现唐之灵不在了，还以为他跑了，立即禀报给了三公主。三公主也立即派人马出营帐追人。公子，还请回去休息吧，现在外面不是很安全。唐之灵也不是一定要问出答案，见扎凡没说，他也无所谓。不过现在武阳来了，他或许可以找机会查一下那日的男人。唐之灵自从那日见过那个残疾脏污的男人，就想知道他是谁，就算带不走人，拔几根头发也好，到时候给沈飞做个实验，也能验证他的猜测。如果他的猜测是真的，那事情解决起来就要容易很多。或许大禹朝的这次危机能很快就解决。唐之灵回到营帐之后，才想起来一个关键问题，他忘了问武阳，他的那两个孩子是男是女了。小福宝和太子一行人到达了赵郡。福宝弟弟，咱们直接进去可以吗？没事，这是幽州王的私产，咱们进去休着，还可以拿点钱出来。徐慧，去叫门。是，主子。徐慧直接去敲门，让藏在里面的人一惊。幽州王一家正躲在此处，他们已经做了乔装，这处房产也非常隐秘，他们自认没有人会找到这里。不必惊慌，不必惊慌。徐伯，你去看看。王爷放心，这或许是过路人讨杯水喝。王妃邓淑云抓住了幽州王的手臂，身子下意识地颤抖。主要是这一路的逃亡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阴影。幽州刺史突然叛变，幽州王楚静怀一点防备都没有。
要不是王府的护卫拼死保护，他们一家都逃不出来。世子楚玉锦才4岁，从前是个皮小子，这几日都蔫巴了。他的小身子窝在王妃怀中，大眼睛中带着惊恐。幽州王的心里也在打鼓，他们身边的人太少了，他现在是矛盾得很，不知道是继续南下逃亡去长安城找皇兄做主，还是继续猫在这里。他现在不敢轻易地联系人，他身边出现了奸细，是王府从前的旧部，他不知道哪些人可以相信。要不是被人背叛，他们一家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战战兢兢。徐惠本就是太监，正常人一听就能听出来。跟在徐伯身边的太监王善小心地躲在门后面。请问你们找谁呀？我们是幽州王府的人，要进来休息。王公公在听到徐惠自称是王府的人，心里暗自责怪这人不会说谎。他们王爷正在里面呢，这不是李鬼遇见李逵了吗？不过这人说话的声音很熟悉啊。王善顺着门缝看到了徐惠的长相，心中大喜。我的乖乖，这不是先帝身边的红人吗？徐公公。哦，王公公，你在这里？快进来说，别在门口停留太久。于是太子抱着小福宝，连同身后的人马也一起走了进来。护卫统领邓威急忙给后院的幽州王禀报，他刚刚也看到了徐惠，但更看到了太子。王爷，王妃，太子来了。你说什么？太子？回禀王爷，是太子殿下，还有献帝跟前的红人徐惠。走，出去看看。幽州王的心情不是很好，太子来了，他并不开心。这里距离战场很近，太子要是被唐国公给抓了，可不是好事。幽州王长得文弱，这次为了见太子，就是身后的王妃和世子都顾不得了。王妃也听到了太子来了，立即抱着孩子追了出来。就这样，两拨人就这么奇迹地遇上了。幽州王最先看到的人不是太子，而是被他怀中的胖小子吸引了。你是谁？幽州王指着小福宝说不出话来，这孩子怎么有这样一张脸？太子在此处见到了幽州王还是很高兴的，毕竟幽州被攻占之后就没有了幽州王一家的消息，太子还以为他们遇难了呢。四叔，你在这里，太好了。太子，这孩子是谁呀？四叔，这是六叔家的儿子小福宝，你看是不是和皇爷爷很像？幽州王想起了长安城那时候传的消息，都说因为小福宝的存在，没有人敢质疑唐之灵的身份。这尼玛这么像，还怎么质疑？这孩子像的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他父皇转世了呢。像，没有人比他更像的。小福宝听到这两人一直说着一些没有营养的话题，还有幽州王那一身寒酸的样子，看这熊样，是不是钱都折腾没了呀？你怎么这么穷酸？幽州王眼神怪异地看着小福宝，小人不大，嘴巴挺毒啊。四叔，咱们进去说吧。幽州王看了一下小福宝，把要出口的教训的话收回了肚子里。哼，就饶这小子一次。不过他们一家确实是狼狈，现在也是躲躲藏藏，好不容易逃到了这里。王妃抱着小世子，小世子看到一个和他年纪差不多大的孩子，眼神都精神了一些。小福宝也注意到了没有精神的小世子，看着瘦得像个小鸡崽子一样的孩子，小福宝又有些生气。他告诉自己要忍耐，不能暴露太多，可是还是没忍住。你这么多年都是这么养孩子的，那小子都瘦成那样了。小福宝稚嫩的语气，但话语中的责备让幽州王一惊。他目光悠悠地看着小福宝，终于意识到不对劲儿的地方了。他走到了太子身边，伸手想把小福宝接过去。太子下意识地想躲，让小福宝拒绝了。你们都留在外面，我们两个进去谈谈。你们都守在外面吧。世子楚玉锦见到父王抱着个陌生的小孩子，也立即不干了，也不在王妃的怀中待着了，挣扎地下地跑到幽州王的身边。父王，父王。小福宝看了地上的小豆丁一眼，哎呀，就这声音，娘们唧唧的，一点也没有男娃子的气概。把我也放下来。幽州王弯着身子把小福宝放在地上。小福宝和世子楚玉锦的目光对上了。小世子虽然比小福宝大1岁，但身子瘦弱，个头也就高一点点。走吧，一起进去。太子也跟着进来。说完，不管众人如何反应，直接牵着楚玉锦的小手，熟门熟路地往里面走。
楚玉锦倒是没有害怕小福宝，毕竟这个弟弟和他差不多大呢。太子和幽州王一起跟在2个小人身后。4人进了房间之后，徐慧和王善自然地守在外面。王妃邓淑云看到刚刚那一幕，心里也是震惊的。她听过小福宝这孩子的，更何况沈妃当初那么有名，她多少听到一些。邓王妃只是没想到，那么个女人竟然会生出个这么特殊的孩子。侍卫统领邓威和邓王妃都是邓家人，虽然不是亲兄妹，但也是族亲。回禀王妃，太子能来，看这方向，目的应该是幽州。皇上的人马应该也到了，王府就安全了。邓威很激动，他已经见到了黑甲军的令策。身为武将，他能感受到令策的武力不俗。王妃只看到几人，心中的惶恐并没有散去，不过也有了缓解。希望皇上的人马能够尽快平息战乱。此时在室内的4人气氛有些凝滞。小福宝规规矩矩地坐在蒲团上，他身边是安静的小世子。小世子这么一会儿功夫就对小福宝信赖起来。太子最先打破沉默：四叔，你们是怎么来了赵郡？还有当初是怎么回事？谁知道唐志忠这个杂碎有了反心？还有何鸿章那老小子竟然也成了他那伙人，本王就是被他们打了个措手不及。哼！四叔难道就一点察觉没有？和刺史的异样您就没注意到？注意啥啊？你父皇不也是一样，还给何刺史下了密旨，秘密擒拿唐国公，这不反倒是给人偷偷送信了？太子尴尬地摸了一下鼻子，这事儿是他老爹的锅。我父皇也不清楚何刺史的为人。小福宝不想听皇上和幽州王2人的蠢事，直接开门见山地问道：你身边的那个谋士张远呢？你怎么会知道张远此人？幽州王之所以会落到这么个地步，和身边的谋士张远关系很大，他是个叛徒。张远是唐国公的人，还是后来投靠了他？小福宝皱着小眉头看着幽州王，他就讨厌老四这话都说不清楚磨磨唧唧的样子，就是这样还惦记皇位呢，真是异想天开，还不如京城那货呢。不过看他这样子，也是张远出了问题。您究竟是谁？幽州王声音都颤抖了，他心中有个猜测，但不敢相信，这太匪夷所思了。可是如果不是，又解释不通。别管我是谁，你藏在赵郡的粮食和武器都还在吧？交出来，我有用。幽州王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太子。胡说，我哪有私藏什么武器？藏点粮食不要紧，要是还有武器，那就是有了反心。他现在这个境遇，可不敢当着太子的面承认。四叔、二叔、三叔和五叔交出去的东西，你都清楚吧？幽州王这段时间躲躲藏藏，并不知道外面的局势。老二他们怎么了？太子好心的把事情交代了一下，也给幽州王补充了一下情况。幽州王一呆，哦，有损失的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呢。哈，那还好。张远是你的谋士，知道你的情况不少，那东西你不快点转移，是想给敌人送去吗？不行，那不行，不能给他们，我得出去。令策，派几人跟着一起行动。是，主子。幽州王急匆匆地推门而出，王妃就凑了过来。王爷，咱们什么时候离开？先不离开，你带着孩子先在这儿啊，我有事出去一趟。王爷，你要留下我和景儿单独在这儿？你们和我在一起，放心，别耽误老师干正事。小福宝这人小人不大，声音也软软的，但一出口就是教训人的话。王妃被一个小娃娃教训，脸上火辣辣的，不自觉地放下了拉着幽州王袖子的手。小福宝可能是觉得自己说的太严厉了一些。现在不是儿女情长的时候，当务之急是办正事。哎呀，王妃不必担心，你跟玉锦啊跟在太子身边就好，他们带来的人呢能护你们周全，听话。好，听王爷的。幽州王带了几个人离开。小福宝想到现在的局势，徐慧，挑选2人去找张远，这人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是，主子。北平郡武丹一行人想要混入军营，除了已经成功的武阳和江干，其他的人都需要采用征兵的方式混入，否则非常容易暴露。好在唐国公和朝廷打仗正是需要人手的时候，唐家军已经开始征兵，因此武丹一行人并不突兀。只有武丹被人关注的要多一点，毕竟他现在可是个美男子呢。
武丹跟着来到了新兵营，好奇的四处看，他希望能在军营中看到唐之灵。他正四处看着，就被人叫住了。站住！领队的小队长立即站好。公主好。拓跋雁兰围着这些新招来的士兵转悠，慢慢悠悠地来到了武丹这里。武丹戴上面具，常常忘记自己如今已经成了美男子。突然被叫住，他以为是自己暴露了，心中一紧。拓跋雁兰围着武丹转悠，越看眼睛越亮。这脸这身材真不错呀。拓跋雁兰是草原女子，性子更是豪放。而且贺兰和宋这人也老了，是时候换个人了。这人我要了，以后就留在我身边照顾吧。这老女人想干什么？武丹下意识地后退一步，离拓跋雁兰远一点，因为他刚才竟然感觉到这个老女人竟然往他脖子里吹气。这什么公主的，想干什么？小队长看了武丹一眼，又见到他精致的脸，心中了然。方木，你以后就在公主身边伺候吧。方木是武丹给自己取的假名字，武丹可不想留在三公主身边，他可是有目的的。等一下，这个叫方木的人我要了。武丹的心里一喜，这是公子来救他了。公子，你总算来了，再不来我就要被女妖怪吃了。武丹现在心里后悔的要死，他为什么要选英俊一点的面具呀？还有夫人也是，干嘛把自己打扮得这么招人呢？拓跋雁兰听到儿子还总是和他唱反调，心里有些气恼。灵儿，你别闹了。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在闹啊？我可没闹，我要这人。唐之灵坚持。拓跋雁兰再次看了一眼武丹，在心里计较一番，还是不忍心放手。灵儿，把这个人让给娘亲好不好？算娘亲欠你一个人情，成不成？什么？这女人是公子的母亲？武丹整个人都石化了，简直就要裂开了。她是公子的母亲呢，竟然还往他脖子里吹气。武丹的身子抖了抖，他不敢想象，要是真有什么事，他要怎么面对公子。不行，这人长得好看，所以我要了。不要胡闹，赶紧回你的帐子休息。他语气阴冷地把唐之灵教训了几句，然后才温和地看了武丹一眼。给我带走。是，公主。于是立即有几个鲜卑的壮汉把武丹给架走了。武丹在大禹朝也算是高个子，但是在鲜卑人面前还是小鸡和大鸡的区别。武丹欲哭无泪地被抬走了，留下了在风中凌乱的唐之灵。